甜甜，如果爸爸和妈妈分开了，你跟爸爸还是跟妈妈？我不要妈妈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讨厌你，我恨你。甜甜，你应该控制自己的情绪。记得爸爸怎么跟你说的吗？我也不要爸爸，我谁都不要，我谁都不要。甜甜，我谁都不要。甜甜，你给我坐在这儿。甜甜，甜甜，给我把门打开。甜甜。蒋默然刚才来电话说，早上起来他问甜甜喜欢爸爸还是喜欢妈妈，他说谁都不喜欢。最重要说的第一句话说，他恨他妈妈。哎呀，要说甜甜这孩子吧，还真是可怜。然后妈妈对他那么的忽略，连他过敏的东西都记不住，而爸爸呢，又是一个可怕的木头人。蒋默然还说了，早上起来顾小艺没有让他送甜甜去上学，所以他自己去上班了。嚯，这种情况下还能出门上班的，只有蒋默然这种怪物。可是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啊，明显情绪特别低落。说完之后呢，还叹了一口气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这件事在以前蒋默然身上那是根本不可能的，说明我们的计划是有成效的。蒋默然的情绪感知能力还是有所提升的。不错呀，默默同学，越来越会观察和分析了。小朋友也会长大的。千年铁树开了花，绝对活久见系列。哎，不是说你，我说蒋默然。仔细分析一下啊，顾小艺因为害得甜甜过敏而自责，而甜甜呢，显然也非常反感妈妈。如此说来，我们胜算很大呀。反正啊，不管我们对蒋默然有什么样的看法，但是现在蒋默然的局势已经向我们这边倒了。没错，看来必须马上乘胜追击。我跟你们的想法不一样。我永远忘不了，甜甜1岁的时候，正好过年，到了夜里12点，外面全都是鞭炮声，一放炮她就吓得浑身发抖，没办法，我就抱着她躲到卫生间里，因为那儿听到的声音小，可是还是有点声响。你说她1岁的小人儿，那小手就紧紧地攥着我的手指头，然后一有动静她就使劲地攥着。我就这么轻轻地拍着他，他趴在我的肩膀上，就这么睡着了。好像是过了夜里2点多了，外面没人放炮了，可是我还是不敢动，我怕我一动就把孩子弄醒了。大年30，我就那么抱着他，在洗手间里坐了1个晚上。第2天大年初1要四处去拜年，我1个晚上都没睡。我竟然一点都不累，精神抖擞，因为我知道俺娃需要我不能倒下。可是现在，他怎么就不要我？我说个题外话哈，其实我一直也挺好奇的。我看了你516期直播，你只有2期做了翻糖蛋糕，
还有一期是嘉宾做的，这是为什么呀？这个很正常，翻糖蛋糕看起来好看，吃起来就太腻了。其实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关系，正好和翻糖蛋糕是相反的。人与人的相处当中，往往是那些没有任何修饰，看上去剑拔弩张、千疮百孔的关系，才是最难以割舍的。甜甜对你也是如此。昨天晚上，我都不敢进甜甜的屋了。她说她恨我。正是如此，我才有100%的把握证明，甜甜说恨你，她其实想表达的是她在乎你。为什么呀，老大？甜甜不是说恨妈妈吗？甜甜明知道自己过敏，为什么还要跟顾小艺去游泳？甜甜是小朋友，很难抗拒大人的决定。贺周一的目的是希望甜甜能够充分的信任妈妈，将来离婚的时候好跟着妈妈。而这样做完全违背了甜甜的意愿，我相信贺周一不会傻到这种地步。你的意思是甜甜故意装病来引起她妈妈的关心？不会吧？你说他小小年纪，心机就这么深了？这可不是心机。还记得我小的时候，父母天天吵架，只有在我生病发烧的时候，他们才能和好如初。两个人对着我忙前忙后的，一家3口在一起分吵得很心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每天盼着生病。也许这就是小孩的某种本能吧。你是说，甜甜为了让我更关心她，故意让自己过敏的？当然也不是说绝对的故意，但是我能确定，在孩子发病的那一刻，一贯受冷落的孩子是有幸福感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啊。喂，王总。怎么回事啊，于老师？上次就你话多，你这回怎么一句话没有啊？这不是我的专业范畴。我谢谢你，这是你的工作范畴。如果我说，从这个案子开始到现在，我越来越佩服你了，所以我想向你学习，学习你对情感的感受力。这个答案还满意吗？哎呀，小鬼，拍马屁的水平蹭蹭见长了，我竟无言以对。口说我信，不需要技巧。越发爱听了。好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刚说哪儿了？就说回翻糖蛋糕吧。哦，翻糖蛋糕虽然很漂亮，但是糖皮很重。为了支撑糖皮的重量，面包胚就要很紧实，所以一般我们要用重油，这样就牺牲了面包胚松软的口感。你是想说，为了事业，我牺牲了甜甜？其实这次让甜甜跟你一起做直播，我是想着让你们更加亲密，但是我忽略了一点，对甜甜而言，你的工作、你的直播都是抢走她妈妈的敌人。她在直播里大哭，也是因为以往的经验告诉她，这次妈妈给她做完蛋糕，就又要离开她，出去工作。而且在她看来，连这个蛋糕都不是为她而做的，是为直播做的。我们带她去游泳，虽然她很害怕，有可能会过敏，可是她以为，一旦她过敏了，你就会很焦虑，很着急，爸爸妈妈就会围在她身边。但是她没想到，你因为内疚，连她房门都不敢进。你早上起来又去问，到底是喜欢爸爸还是喜欢妈妈？那孩子当然明白这是什么意思，所以他说恨你，
其实是他不想离开你。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？有一个人跟我说过，他说爱一个人，就愿意为他花时间，为他花钱。我相信你肯定愿意为甜甜花钱，可是你的时间呢，却是甜甜难以得到的。喂，你等我一下。其实赢得小孩子的心很简单，就是陪伴。甜甜最大的心愿就是一家人可以聚在一起，这和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。所以现在问题的关键还是蒋默然。只要蒋默然能彻底的打开心扉，和顾小艺重新相爱，这将是一个多么幸福的家庭啊！虽然我们之前的计划有所成效，可这接下来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呢？这些书里表明，严重的人冷感症分为心理型和生理型两种，而生理型表现为对情感的欠缺表达，而且不愿意与之沟通，反应迟钝。最关键是，即便是自己最亲近的人，也不愿意与之建立最真实的情感。而后者呢，对自己的行为毫无羞耻感，毫无道德感，表现为反社会人格障碍。你之前提出的 VR 测试非常的好，通过测试，我发现蒋默然并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，他只是没有能力或者一种意愿与之建立有效的沟通，在情感表达上也有障碍，这和他的童年息息相关。所以说，我们就要去治疗他。治疗他呢，就要从亲密关系去着手。我认为 VR 这一套进入式的程序很适合他，不过我们要特意为他制定一款他独特的程序。我们之前啊也做过一些 VR 视频，但是素材呢都是市面上通行的一些成品。如果像你们所说的以蒋甜甜为主要内容定制 VR 视频，不仅需要前期专门的摄影设备，还需要后期的制作剪辑，这些都不是我们工作室所能完成的。不是教授，你人脉关系这么广，你就不能找一家特别好的 VR 制作公司吗？哎，别，怎么了这是？我跟你说啊，这可不是一般的难度啊！哎，我告诉你们啊，成本、技术水平、制作周期，哪一项对于我们来说都不符合要求。关键的重点是这个费用啊！哎，你们怎么这么看着我呀？不是，怎么我一提费用，你瞧你们这一个个的眼神儿，就好像刘罗锅看和珅似的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我这次说的这个费用和之前说的费用完全是两码事儿。VR 视频嘛，不就得全靠资金吗？我还不如跟大家吹啊，如果你资金到位，詹姆斯卡梅隆我都能帮你找过来。大不了我跟他说，哎，《阿凡达2》先别拍啊，先把我这个完成了。我相信啊，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，而且你也一定能做到。现在不是钱的问题，钱我有，但是前提是事儿必须给我办成。你只要费用到位，事儿就能成。得先办事儿才能给费用啊。你看我办事儿不得有费用吗？是，你得把事儿办了才能给费用吗？我这个费用不是我的要费用，是找人办事的给人费用。我事儿不办成，费用怎么来？不是你这个逻辑不对呀！怎么不对？我找人办事儿，人家要我费用，我拿什么给啊？你不得先给我费用，我才能办事儿吗？你想想，对不对？没有这么办事儿，你问问大家。我你让大家说，怎么都？你说这个是不是？这个费用你怎么说吧？
总，您的咖啡。我说两句啊，今天你对顾小姨说的那段话，太精彩了。我说什么了？你说爱一个人就是舍得为他花钱花时间，这句话虽然听起来很直白、平平无奇，可是仔细想想，又很深刻。愿意花钱，证明可以物质共享；愿意花时间，证明可以精神共享。想想看，在爱情中，如果两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，那还能有什么问题啊？我准备记下来，以后帮助客户。那句话不是我说的。谁给谁花钱，这叫爱呀？当然了，你知道吗？爱只有2个标志：一肯给他花时间，2肯给他花钱。周末，我也愿意为他花钱花时间，可是他好像不太愿意跟我分享这些。那你气馁吗？当然不。在我心中，女神就像太阳，不用非得摸得着，只要能每天被这样的光照一照，也会觉得精神抖擞。哎呦，你别说，有时候还真挺羡慕你这种面对生活没皮没脸的阳光姿态。真的，我愿意做向日葵，只要能面对着光，努力向上，就会觉得生活又单纯又美好。等你被人炒瓜子儿的时候，你就不这么觉得了。啊？哎，接下来的时间就看顾小姨自己了。可我担心的是，顾小姨要是真和甜甜和好了，为了怕甜甜伤心，她会不会放弃离婚？你担心的怎么那么没人性呢？有时候我真的怀疑你跟蒋默然是失散多年的兄弟。哼，兄弟，要是兄弟，我还能帮顾小姨吗？哎，你这话好像是在暗中讽刺我呀？哎呦，没有，不是，我真不是暗中讽刺你，我是指着鼻子骂你呢。来了，等他们母女关系真的好了以后，真正的选择才开始。还是不理我，你们帮我想想，我该怎么办？加油！甜甜，你想吃什么呀？妈妈给你做鱼香肉丝、糖醋排骨，想不想吃炸酱面啊？要不妈妈出去给你买披萨，想不想吃啊？甜甜，妈妈带你出去玩好不好？今天太阳特别好，咱们俩去游乐场。哎，你不是没有看过4D 电影吗？妈妈带你看4D 的电影，看电影的时候还可以喷水啊，甜甜。甜甜，不是顾小姐，我觉得您不能老说吃喝玩乐呀。可我说的都是他以前最喜欢的呀。你不能老把他当小孩儿，更不能把他当成小动物，你把他当成成年人，他是有思想的。而且他痛点根本就不在这儿，你好好想一想，你想一想，他真正的需求是什么？甜甜，妈妈今天不上班，在家陪你玩，就我们俩单独在一起。你要是想说话呢，妈妈就陪你聊天儿；你要是不想说话呢，妈妈就静静的陪你待着。你要是需要妈妈了，你就喊妈妈，妈妈就喊到，立即到你的门口，好不好呀？啊，甜甜开门啦！那你还会离开我和爸爸吗？妈妈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，妈妈会跟你在一起生活，不管未来妈妈和爸爸会是什么样子，我们俩永远都是最爱你的。我又做错什么了？你们不是本事大吗？快帮我想想，我该怎么办？
灰姑娘。冷血动物，别捣乱。甜甜直播的时候自己说了灰姑娘的事儿。哦，灰姑娘。哦，灰姑娘。小兔子乖乖，把门儿开开，快点儿开开，妈妈要进来。找到了。从前有个小女孩，长得又美丽又温柔又善良。可是呢，这个小女孩很可怜，因为她都没有妈妈，她的妈妈在她很小的时候去世了。女孩的爸爸娶了新妈妈回来，新妈妈还带了2个新姐姐。女孩想，这下好了，家里变热闹了。小女孩非常的高兴，可是她的高兴是短暂的，因为新妈妈根本就不疼爱女孩，甚至还虐待她。快去打扫，快去做饭。我只想要自己的妈妈，我不想变成灰姑娘。妈妈放。哦，甜甜不会。哦，妈妈最爱甜甜了，甜甜永远都不会变成灰姑娘的啊。妈妈做的蛋糕好吃吗？我最爱吃妈妈做的蛋糕了。耶！哦。你在吗？是甜甜同志吗？好吧，我们开战了。举枪！总讲人间的故事，他们只有满了福禄。妈妈晚安。哎，宝贝晚安。这都过去2天了，费用准备好了吗？其他费用啊，别着急动，先把乌鸦的费用挪出来。不是我，你费用不有那么一句话吗？就是费用到位，干活不累啊！行，干什么活呀？行，走了啊！哎，快点啊！恩波，我送你。谢谢，不打车。你说你怎么不买辆车呢？自动规划导航路线，像你这种选择恐惧症的人用特别好。你以为我干什么都选择恐惧症啊？买车多麻烦啊！燃油费、附加费、停车费、堵车费，各种费。你呀，就是懒癌晚期，该吃药了。鉴定完毕。不是我给你，怎么都不听我说完话呀？谁是老大呀？哎，雨桐，一会儿别给我说漏了啊！放心吧。周末来啦？哎，今天你爸不在，出去了。我给他打个电话。啊，不用了，我今天不是来找我爸的，我是带我闺蜜来买车的。对，我给我男朋友买辆车，你介绍介绍吧。这辆车叫领动，它是北京现代的经典车型，不仅有 CarPlay、CarLife 手机互联、智能钥匙、远程遥控车窗、智能后备箱开启系统，同时还备有 AEB 紧急制动系统、BSD 盲区监测，安全性超高，是一款性价比非常好的车型。哎，默默，这车也太酷了吧，个性又实用，以后你就能让你的欧巴带着你满世界兜风去了。想想都浪漫。孔雀舞，唱歌。我爱你，主。
默，是你要买吗？他说错了，是他要带着他的欧巴满世界兜风去。哦，对，我的。小姐，您觉得还满意吗？没。你这儿有别的颜色吗？还有蓝色，不过就一台展车了。您觉得可以吗？刷卡提车。你呀，换新车了？你不是得懒癌了吗？这是我给你买的药。哎爷爷，这药可太贵了，我可吃不起。那我给你当司机，每天呢你给我点报酬就行。那你不亏了，你倒贴上班啊？那你以身相许喽，拿你一辈子来还债。债不债我不知道，如果你再不进去的话，我可就省了一份全勤奖金。怕你啊？随便扣啊。换车了，这有钱人是任性。余光，我听说你以前是 VR 公司的技术总监。真的假的？没错，我的确在 FIBR 公司待过一段时间，而这家公司也的确算得上是国内技术最成熟的 VR 研究公司。但是我们的理念不太一样，所以我就离职了。你也知道 ，VR 的技术发展的非常的快，我要这么早离职，估计早就跟不上进度了。于老师，你也太让我惊讶了！技术总监，这个阴险的人，你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？何总，这个你应该知道，我的简历里有这一条。是吗？你们想找人做定制的 VR， 直接找他们公司就行了，干嘛找我？废话，找专业公司，我们时间不够，钱也不够。哎，当然了啊，关键是我们不需要那么专业的内容，只需要了解甜甜的定制内容就行了。你呢，比较了解甜甜。所以呢，找你才是最好的选择。哎，等等，这李段想的也太美了吧！我确实说过我们要公平竞争，但是这也太不拿我们当外人了。找我的人帮忙，还是帮这种忙，你觉得有可能？从法律的角度来讲，在下班的时间内，我的确就算是自由了。但是帮助竞争对手，是违反不正当竞争协议的。哎，二位。误会了啊！这事儿跟公司毛关系都没有，是我个人来找你们的。啊，李段根本不知道，我是替他着急。李段现在呀，是一门心思的想赶紧治好蒋默然的人冷感症。其实你们也是枉然。就算是你们用 VR 治好了蒋默然，那也是催眠带来的短暂改变。如果他不和顾小艺离婚，对甜甜、对顾小艺会造成更大的伤害。当然了，如果说你们非想试试的话，我就替余光答应你们。哎，贺总，你怎么能不按套路出牌呢？怎么能替我答应呢？公司纪律，听我的。但是，我有一个条件。咱先把丑话说前头啊，我可没那么多预算。不是钱的事儿，我要你答应我，不能让李段知道是我们帮的忙。等等 ，VR 搞定了，这么快？那当然了。哎，FireVR 公司知道吗？国内顶尖的 VR 研究中心。不是。那岂不是费用也挺高的？像这种大型公司，工作流程都时间很长，很难快速满足我们的需要。
咱这么多年了，你还不了解吗？那花钱多了，我能找他？关键是啊，我打听到他们公司的技术总监不久前离职了，而且转行了，我就直接找上门，拿下。教授，哎，我就知道，找你去办，绝对物美价廉。那当然了，你看，我办了这么大一事儿，没点奖励？正好客户刚送了几箱关键水，帮一下。哎，周末，迅速提交你的 VR 方案，马上行动。 Yes。霍总，我不太懂，你这做事也太没逻辑了吧？同行之间帮个忙很正常吧？况且我也希望甜甜有一个正常的父母，一个幸福的童年。不对，你骗不了我。你这么做是因为你想夹带私货，对吧？什么玩意儿？视觉占流。视觉什么流？视觉占流，确切的说就是一帧的记忆原理。啊？你刚才在这段视频里面有没有看到过一条狗？狗？视频里有狗吗？哎，你说好像确实有一只哈，是金毛？对对对，就是它，就是它。啊，还真的有狗哎！我还以为我记错了。一个图像要在视觉里留下影像，至少需要1/10秒的时间，而刚才的这条狗是24/1秒的单帧影像。它在这段视频里面连续出现，对你的大脑进行了一定频率的连续性刺激。虽然你的肉眼看不到这条狗，但是在你的大脑里面却留下了影像。而最神奇的是，你会认为这一切是你自己想到的。所以你是想说，我们可以在 VR 内容里加入我们想让角膜人看到的，让事情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去发展。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，何总？我真是越来越佩服你了。哎呦妈呀，你把我想的也太邪恶了！就您说这技术我都没听说过。再说了，你觉得我有这智商吗？那没有。所以我真的没想那么多，就是想帮个忙。那你现在可以想想了。来来来，吃个苹果。哎呦！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在家里也不怎么做家务，笨手笨脚的，要不喝点水吧？不用，不忙了，不忙了。那个没掉地上吗？啊，谁能想到以心灵手巧著称的烘焙女王在家是这样的？哎呀，以帮别人解决感情问题的分手大师，不也一脑门官司吗？闭嘴。好嘞。呀，我特别喜欢你们俩这种关系，工作关系，不要。好吧，我的座右铭是：以鸡血的态度面对狗血的生活。哎呀，以鸡血的态度面对狗血的生活，我也要这样。哎呀，心情不错呀！你跟甜甜的关系彻底恢复了。甜甜好多了，越来越依恋我了。最主要是她最近爱笑了。今天早上她在洗手间刷牙的时候，还哼了个小曲儿。太好了。那这么说，甜甜的问题彻底解决了？哎呀，不知道。如果我跟她说，我跟她爸爸一定要离婚，她会变成什么样子？不敢想。其实，这才是我今天主要来的目的。我就是来确认一下你离婚的心意有没有改变。你是真的要离婚吗？何总，咱们今天不是来讨论VR方案的吗？不管未来你们会变成单亲家庭还是组合家庭，这对甜甜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战。我非常了解，作为孩子而言，看到父母离婚，心理上的冲击有多大。
因为我从小就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，我爸爸也离开我跟我妈了。哦。复活大师现在在帮蒋默然做心理治疗，如果能成功的话，蒋默然可能会变成另外一个人，一个有感情的蒋默然，能接受吗？我说实话吗？当然，当然。如果我只考虑我自己，我不想跟他过了。当初我跟他结婚就是一个错误，我们两个人从来没有过心与心的对话，心灵的对话从来没有过。但如果是为了甜甜，哎，停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听明白了。既然你自己都接受不了，咱就千万别说为了孩子这话，这样对甜甜而言也不公平。确实是，如果让你和蒋默然这么勉强的在一起，甜甜也能感受到你们之间没有爱。就算是有朝一日你们离婚了，蒋默然还是甜甜的爸爸，蒋默然也爱甜甜，所以甜甜还是能分别从你们那儿得到父母的爱。那你呢？你恨你的父母吗？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，所以我们家的例子不太适应于你。哎，其实我说这么多，我是希望甜甜能有一个比我更好的童年。行，那我们就回去了，分手行动正式开始。等一下。本来以为只是业务关系，真的没有想到我们会变成无话不谈的朋友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就把这个给你们。这个是从蒋默然的日记上撕下来的。好了。嗯。这么快就好了？嗯。那是要多少钱？设备是我找原厂公司朋友借的，不用钱。制作应该是收费的，但是我们何总说了也不要钱，所以免费。免费？嗯。你免费，这不会有什么陷阱吧？能有什么陷阱啊？你回去自己先看看不得了？啊，谢谢啊，那我就先回了。好啊。你说半天这口还真渴了，那我就先回了啊。蒋先生，您的脸色看起来很不好，最近千万别太焦虑。数据显示，30到60岁的男性每天需要7小时的睡眠，最佳睡觉时间是晚上10点到早上5点。可是我最近不知道怎么了，总是失眠，每天睡觉的时间不到5个小时，完全达不到健康的标准。哎，正好，我们呢为你量身定做了一个 VR 视频，每天睡觉前呀看看视频，放松放松。之前不是看过了，没有什么用。这是我们专门为您制作的。这是你们专门为我做的。视频内容全球独一无二。好。
世界都翻动了，看不清。